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田曦薇杭州封神，一条公主裙引爆全网，她凭什么能让爱奇艺连开3部破万剧？同一条公主裙，放别人身上就是普通小礼服，落到田曦薇身上，现场观众直接改口喊公主殿下，这种反差感，说实话还挺上头。2026年6月6号杭州那场品牌活动，我刷到路透的时候愣了好几秒。白色公主裙，齐刘海，大波浪，听起来挺俗套的套路，对不对？可它一出来，那画面就有点不一样。整条裙子是那种不会太铺张的公主款，腰线收得很利落，裙摆蓬而不炸，布料有点微微的光泽，但不抢人，乖乖给她的皮肤和脸让位。镜头拉近，雪肤玉貌那种对比就很明显，灯光往上一打，人像是自带柔光滤镜。而最妙的是发型，她这回是标准齐刘海，大波浪披肩，发丝有那种刚做完护理的亮，卷度不刻意，很像刚睡醒随手一抓就能出门的那种自然卷，但又明显经过精算。黑发和白裙撞在一起，甜味直接翻倍。有些人穿公主裙会穿出一股小朋友硬凹成熟的违和感，要么就是我今天有活动，衣服借的那种拘谨感。而她站那儿，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日常可能真的爱穿这种裙子，表情动作都不别扭，像从家门口走出来顺便参加个活动。现场很多短视频都拍到她一会儿飞吻，一会儿脸颊比心，还有个小猫敬礼的小动作，指尖轻轻点一下鬓角，再往观众那边晃，整个人软绵绵又有点俏皮。这个环节一出来，你就能看出团队的懂行，非常精准在打他那条甜、软、粘人感的路子。我就纳闷了，明明动作也不是什么高难度的设计，怎么到他这儿就能把粉丝哄得心花怒放？你细看他做这些动作的时候，眼神是跟着走的，不是那种我给你们做个飞吻动作啊，卡点完成任务的机械模式，而是真会先锁定某一块观众区，眼睛先亮一下，再飞吻出手，让你产生一种他好像在看我的错觉。说到眼神，这几年提到田曦薇，评论区有个高频词就是会用眼睛演戏。很多媒体在写她的时候，都会提到她哭戏的感染力，还有打戏干净利落这一点。像竹狱里那种又娇又倔的劲儿，低智商犯罪里的紧绷和克制，子夜归里人物的压抑和爆发，3个戏完全不是一个气质，她却都能接得住。而爱奇艺那边给的也挺实在，2026年她凭竹狱低智商犯罪，子夜归成了平台首个3部破万剧集的女演员。这个说法我专门去翻了下内地媒体的报道，数据是平台公开提过的，不是粉丝随口乱吹。破万这个指标，在爱奇艺那套剧集热度体系里，含金量还是很能打的。很多人喜欢把它归类成甜妹、小白花，但你往前翻翻她的影视履历，会发现她成长轨迹还挺有意思。之前在一些剧里，她更多是那种小配角、小青衣，存在感不算非常高。慢慢往上走，才有了现在这几部扎扎实实的代表作。说到底，她属于那种不是一夜爆红，而是一点点熬出来的类型。这次杭州活动，她穿白色公主裙站在舞台中央，主持人在旁边聊，她会很自然地侧身、点头、接话，姿势挺直但肩膀放松，这些小细节一叠加，你就知道她对镜头的熟悉度已经不一样了。早些年她上活动，多少还能看出来一点点生涩，而现在就是我知道哪边有机位，哪里有粉丝，哪个角度拍出来最好看，身体是有记忆的。有意思的是，她这套造型甜到这个程度，却不油，这个就很考验度。
很多甜妹一旦加上公主裙、齐刘海、大波浪，稍微动作过劲儿一点，就会让人有种糖分过载的疲惫感。而她一边飞吻一边笑，还能透出一点俏皮坏劲儿，不是那种毫无心机的甜，而是有点我知道你们喜欢这种，那我就多给你们一点的自信。说她性感这件事也挺微妙的，有些女生的性感是靠露肤、靠身材曲线来撑。田曦薇确实身材火辣，这是肉眼可见的，很多剧里的服装把她的线条展得很直白。中国媒体报道里也会提到她身材比例好，镜头表现强，但她给人的感觉不是所谓攻击性强的性感，而是那种你前一秒觉得她像奶油小蛋糕，下一秒打戏起来又利落到有点帅气，这种反差就挺抓人。她打戏的干净利落，其实不只是动作快，你仔细看一些剧里她推、打、躲的片段，身体是有力度方向的，不是随便抡两下应付镜头。很多武打戏如果演员身体没练过，你一看手和脚就知道动作虚，眼神也跟不上。而他在那些片段里，眼神是跟着走位走的，这个跟他平时怎么琢磨角色有关系。国内一些采访里，导演提过他会在现场自己加一点小肢体，比如某些对峙场景，他会不自觉攥紧衣角，或者微微后退半步，让观众一眼看出人物在怕，可嘴上死撑。再拉回杭州这场活动，现场不少路人拍的视频里，他转身、走路、挥手，这些最容易露怯的环节，他几乎没翻车。你看他下台阶的时候，一手提裙摆，一手跟观众挥手，脚步不急不慢，腰杆一直挺着，这种对身体的控制力，跟打戏利落其实是同一套东西，对自己的身体有数。而且我注意到一个小细节，他在做那些可爱动作之前，会习惯性先把头微微歪一下，或者先笑出声，再做动作，这让整套动作不像预设，更像临场反应。粉丝最吃这套，觉得你不是在走流程，而是在今天心情好，多给你们表演几个。有人说他现在已经是事业巅峰状态。2026年，一边是逐欲低智商犯罪，子夜归这种成绩，一边是商务活动里各种品牌邀约，路人缘和粉丝盘子都在涨。这话也不算夸张，只是巅峰这种词说起来有点玄学。娱乐圈谁知道哪天会再冒出一个新的流量，或者哪部剧突然扑了，让人开始唱衰。我更愿意从他人设的变化来聊。刚出道那会儿，大众对他的印象是长得很甜的小花，古装挺出圈的那位。现在再提他，多了2句，演技可以哭戏，好有代入感。这种评价是观众从只看脸转向看角色的过程，而要扭转大众固有印象，说真话比整容还难。我身边有个朋友，平时追剧嘴挺毒的那种，之前对他就一句话，这种甜妹3年一换。结果今年追子夜归，看完最后几集跑来跟我说，算是服了，情绪递进挺稳的，不只是瞪眼流泪那种。你听听，这个转变就说明他的角色已经开始往观众心里扎根了。再说回那条白色公主裙，很多时候造型是对人设的一种视觉浓缩。2026年的田曦薇用这样一条看似少女心爆棚的裙子走活动，表面在卖甜，实际上是在给她这几年累积出的甜加实力做一次可视化展示。观众看见她的时候，会下意识在脑子里把她在剧里的样子一起调出来，这就是角色红反哺本人的阶段。有人会担心她会不会被甜美形象绑得太死，走不开。这个担心不是没道理。娱乐圈很多女演员到了某个时间点，都要扯开原来那层壳，折腾一段时间的转型期。只不过看她现在的状态，
至少他没着急乱转。他没有一股脑儿冲去拍一些特别用力证明我很成熟的角色，而是慢慢在现有路子上把人物做深，把情绪做细。说到底，穿白色公主裙亮相只是一晚上的事，而靠逐玉低智商犯罪。紫夜归拿到3部破万剧集的成绩，才是那种写进履历会跟着他好多年的东西。前者是糖衣，后者是粮食，两样都要有，才撑得住现在网上追着看的热度。杭州那天的路透刷着刷着，我心里有个很朴素的感觉，这姑娘现在已经不是长得像公主的小演员，而是能扛剧情，又刚好长成公主脸的女主。差别在哪？差在她站在舞台中间的时候，你不会只盯着裙子看，你会顺着那条裙子想起她塑造过的角色，她演过的哭戏，她打过的戏。人们爱看漂亮公主，没错，但更有趣的是，当这个公主脱下礼服回到片场，她还能在镜头前把你看哭，把你看燃。说句接地气的，长得好看是老天给的，演得好看才是她自己挣的。等哪天她再换一条颜色更深、线条更利落的裙子出现在活动上，估计网上又要新一轮讨论。而到那时候，现在这条白色公主裙大概率会被粉丝拿出来当一个见证期的记忆点。那会儿的田曦薇，事业在上升，人气在狂飙，穿公主裙在杭州挥手，笑的眼睛都在发光。说实话，这样的画面我还挺乐意多看几次的。